這樣子好不好？容我分2篇，對不起，我還是會想要把它的一些細節結構好好的跟你們分享一下。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好，那我们现在就開拆。其實可以看到它的螺絲的造型，它是這種短的，然後平頭的，頂部是有一圈沒有牙的，所以其實它的螺絲是蠻特規的。那如果真的不見的話，真的只能去找這種比較小顆的金色螺絲去代替，蠻麻煩的。因為你一般的什麼 Fender 用的 Gibson 用的螺絲放在這個上面看起來都不，這一點其實是傳承至 Charvel 的。就是你如果去看像 Charvel 的 Gavin Govan 或者是它一些琴，它在背後電路蓋的地方會更明顯。那正面的護板因為 Fender 有算優化，所以其實我知道的是大部分款式的 Charvel 並沒有用上這種特別小的螺絲。然後有一點可以講的是，它的導線孔在這，所以你們可以去思考一下，它是如何讓拾音器先到了這邊，再到 Jack 這邊，因為這也是這支琴最麻煩的一個地方。然後也可以看到這2個換過了，對，然後這個原本是金色的鈕，現在已經褪色成了，可以看到變成一種紅色的狀態，其實還蠻酷的啦，只能講原本的料是真的很好這樣。那這個都是換過的，所以就列入討論了。到時候再想一下吧，如果要翻新的話，我會想要換掉。可是琴主主要的目的是想要讓這個琴可以用啦。然後可以看到電路的部分，它這個料看一下哦，這個料是07年的，所以沒意外，要麼是全新的狀態換過，或者是怎麼樣？因為我記得原本應該都是阿法，對，那也可能是我記錯。然後可以看到電容這個角已經重新焊接過很多次了，這邊的那個焊錫也是，然後這個也是非常的雜亂。然後 Switch 倒是 Switch Craft 的，所以我覺得可能是更新過，因為我不太記得這支原本是配到 Switch Craft 加 CCS， 可能新琴落地又改了。對，然后上一手是日本人，所以這個也不是台灣的玩家弄出來的，但可以看到這條灰色線，其實就是由這條灰色線一路去往 Jack 的方向走，所以其實它很麻煩。然後你這條線你還不能用一般那種蠟布線或者是沒有屏蔽的線，因為它會經過拾音器，所以你必須要用屏蔽線等級以上的，甚至最好用上耳機線這類的，不然的話就是會有一種微妙的底噪。那在這邊我先把它拆掉好了。好，那在解焊的過程中，發現了這個琴原本的問題的起因。這支琴會送過來是因為它後段的出力怪怪的，然後結果剛剛發現它的後段是完全大冷焊。對，就好吧，不意外。我們的整塊電路蓋就這樣下來了。接着我們打開後段給大家看一下。我知道你們可能會好奇一個東西，我待會也會打開，可以期待一下。前段是 SH1， 後段是 SH4， 非常經典的一個配置。然後它前段配的是不可切單的這種屏蔽線式的，它後段是可以改成切單的，如果需要的話。那這邊可以看到這一條線。這條線就是通往 Jack 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成這支琴可能整個最麻煩的地方就是它要從這邊鑽一個洞過去，對，它是要平着拉過去的，因為它這種結構有沒有？它如果去做一塊貼 top 的動作，其實是蠻沒必要的。然後這個就是一個最傳統式的一個做法，也是我覺得RR 系列如果導線能插在這個上面這隻腳的話，是非常讚的一件事情啦。因為 Jackson 在過去做一些比較 cost down 的 RR 時，他們喜歡把整個 Jack 集成在這一塊上，那我覺得其實彈起來不是那麼舒服。好，我知道很多人好奇這一塊，我們也把它打開，因為反正整支琴我都會重新用機器拋光過一遍，就盡量讓它翻新。可以看到，就是一個手裡鍵，對，其實還蠻有趣的啦。這個完全是一種中二的態度，我超喜歡這個的。很尖哦，它雖然這個看起來是圓頂的，
它這個看起來雖然是圓圓的，有沒有？但是你只要這樣子握着，它還是有破壞力的。其實整個 RR 的背後呢，就是基於這一塊 Central， 只是它上面這一塊角實在是太長了，所以它用上了這邊看光是一塊，對，這樣子一塊，這樣子一塊，就是還蠻浮誇的一個狀態。好，然後到琴頭這邊可以看到，我們這邊配了一套勾頭的 tuner， 然後也看得到這邊有一條裂漆，其實還好只有裂漆啦，就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然後琴頭是貝殼製的 Jackson Star， 所以其實整體的質感其實是非常的好的。然後導線孔這個真難拍，然後導線孔在這邊，這個我們整套電路都會換掉，所以都要拆下來。好，這個 jack 換過，但換的沒有很好，而且該氧化也氧化，但還是要換掉。它在接地的部分非常的用力啊。它在這邊，它的屏蔽器都下得蠻厚的，然後都用鎖式。接着，它再把它們連接到這邊，制作一個星狀接地，然後再透過這個星狀接地再焊到電路板上。那我可能待會會把它簡化，就是如果我重新做的話，除了整塊電路重做之外，就是把它這個接地有沒有，我們全部統一調起來，然後直接進到這裡面。那線材的話，我也會調整一下。像這條輸出線，我就會把它換成那個 Via Blue 的耳機線，然後這個線我也會換成就是我比較慣用的多星孔線。對，這完全是個人喜好啦，因為這支琴的琴主跟我算是認識蠻久的，然後我跟他的音樂喜好是蠻接近的，所以我會知道他想要什麼樣的聲音。這樣子處理起來是最舒服的，就是又是 SH1、SH4 這種已經聽到很膩的組合，然後又了解這個琴主的習性，加上TN01 這一支琴，我整支琴什麼尿性也算熟，所以是蠻好改的。好，那我們就開始動作。不過待會有2組客人，所以可能你們看到的施工過程，我就拍個大概這樣。好，現在快3點了，客人是1點多來的，然後2位都是1點多走，然後我就很順手的做起來了。沒辦法，因為現在工作都會開那個抽風，不然的話，這個新環境真的是離窗戶太遠。那可以很簡單的講，這一款琴它是2個 Valen 1個痛鈕，那基本上整體的結構是你可以選擇讓這個前面的這顆音量鈕放後段，這個放前段，這個其實比較像是以前傳統的 Jackson 的正確做法。那因為時代的演進啦，所以那個時候剛拿到這支琴的時候，我就想為什麼這一顆是控制前段，這個控制後段，然後才發現嘛，剛剛你們也看到了它是改過的。那在電料的選擇部分是這樣子，這把琴呢前段是 SH1， 那基本上2顆拾音器都是配 500K 沒問題。那前面這一顆呢，我故意選了一個 510K 左右的可變電阻，然後選擇 A 類，然後配上了高頻補償。對，那後段呢，因為我知道這個琴主對於後段切單是一點好感都沒有的，所以也沒有去問他這個決定。那我們就直接配了 B 類的 500K。其實 A 類加高頻補償與 B 類2個的線性感覺是不一樣的。一般人家講的 B 類是線性，但你耳朵聽起來有時候不一定是線性。反而高頻補償，如果你的組織那些都對的話，聽起來好像比較線性。那其實主要是因為那個高頻的殘留在那邊，這2個的調是不一樣的。那因為我知道這個琴主對於後段的需求就真的是開跟關。那我本來想要配 A 的，想想算了，我們就配個 B 好了，然後就不管它了。就是它可以在開到一半的時候有一個比較低輸出、比較暗的聲音，好像也 OK。那後面這一顆就是我自己手改的 A 類的 500K， 然後改成 No Low 的形式，而且我故意把它切的範圍切的蠻大的。也就是說，我們一般的 No Low 我們經常會切在可能9到10嘛，那我故意把它切在7那個位置，就往下刮掉了。那也是因為我常年觀察這個琴主的尿性啦，他甚至是無痛掛的，所以你如果給了他多一點點痛，有不然你動到幹嘛的，他都會覺得沒有必要，所以就是故意搞成這個樣子。那 Switch 的部分呢，我們用的是 Hasco 的整顆金色的，我沒有選擇用 Switch Craft， 主要就是因為我想要還原這個當年那種全部都是金的。那很可惜的是，這些蓋那些 knob 實在是找不到
這一款的金色，那我就沒有這樣做。那在烤漆的部分可以看到，其實都用機器拋光拋了一遍。那肉眼上看起來還是看得到很多小傷痕那一些東西，但我相信用熒幕看應該可以看得出來，這個琴突然變得黑很多。對，這個就是黑色琴的一個宿命，就是它在小刮痕很多的狀況下，會看起來是灰灰或亮亮的在熒幕裡面。那像現在小細紋都沒了之後，它就真的變黑很多。但肉眼上面看呢，還是會看得到那些刮痕啊，一些跑不掉的東西。但這也沒辦法，我們就盡量讓它做到這種程度。然後指紋什麼的，到時候交琴的時候一樣會再慢慢的再打掉這樣子。對，那整個輸出線的部分呢，我用的是 Via Blue 的耳機線嘛，這剛剛講過，在這邊這一條，那基本上就整個拉過來。那整個接地呢，也重新的把它全部重新做過一遍，盡量就是讓它走到低電阻的部分。好，那接下來會有人問，那為什麼不順便做屏蔽？老實講，我是屏蔽漆派的人，就是你看到這黑黑的裡面其實都是屏蔽漆。再來是這一塊，其實本身就是一個屏蔽了，它是有導通的，所以我並不覺得再多貼一層屏蔽什麼銅箔會比較好。那順便再跟大家分享一個觀念，就是如果你希望你的琴的高頻是有穿透力，或者是你錄音或者調效果器的時候有一個比較大的範圍可以控制的話，那我強烈的建議你不要貼屏蔽，因為屏蔽會讓那個極高頻的部分很明顯的有衰退感。那在這邊呢，有些人不相信嘛，我們就用電表，我們來測一遍。我們現在測這塊鐵板，它是導通的，電阻你也可以看到 0.15 歐姆。我們測它跟痛鈕 0.14， 我們測它跟 switch。那我們狠一點，我們測它跟 bridge。我們再隨便，我們找個地方亂測，測導線孔。基本上，你如果遇到了一把琴電路是有這塊板子，真的就不用太去多煩惱它的接地的問題啦。我覺得你甚至你狠一點，這條鐵絲都可以不用。那我會再加上去，是因為我希望它的效率可以再更好一點，僅此而已。那電容的選擇是老的 ERO.022 的，這一顆是什麼我忘了，但我只覺得它在 SH4 上面配上這把琴，應該會有一個很好玩的效果。反正這顆電容我故意把這一坨焊錫有沒有弄得特別大坨，到時候琴主來真的要調電容什麼東西都很簡單，他自己要換也沒問題。那整體大概就是這樣子，待會前段裝上去，我們開始慢慢的把它組起來，就差不多完成了。好了，那其實這把琴大概做了有3天，其實講故事那一天完全没有動工。对，那後來第2天是把它拆開，然後我們把指板的部分其實有稍微弄了一下。對，那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這個 fret end 的處理，這個是那個時期的 Jackson 日常 Jackson 很經典的一個做法，一個超大的 fret， 可是它的 fret 並不高，這個也是那個時候很多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就是它的 fret 很寬，但是沒有到真的很高，並不是那種 Ibanez 式的那種又大又高的，然後它的邊緣修的是方的，可是你摸起來完全不會有卡卡的感覺，然後每一條 fret 都是縮在 binding 裡面，對，這也使得它 refret之後的痕跡會很明顯，就是一般我們正常做 refret 都會讓 fret 跨在這個 binding 上，但是很明顯的這一支琴它並沒有這樣子做，它是在 binding 的正中間，這個其實是蠻有難度的一個做法，然後也會讓它彈起來，有沒有？你會覺得這個 fret end 離你的手很遠，所以這也是一個判斷這個琴有沒有 refret 過的一個技巧啦。然後Grover Jackson 或 Jason Starr 的序號其實都很愛在這個地方，不太會在琴頭後面會用貼紙式的，大概就是這個樣子。這部影片就是關於我們的 Jackson 的歷史以及 Jason Starr 的 RRTN01 的一個拆解影片啊，也希望你們看得喜歡啦。那如果看得喜歡的話，請幫我分享給你們朋友，然後點讚，然後我們留言聊聊什麼東西都可以，這對我的影片推播都會蠻有幫助的。唉，我居然淪落到這種程度了嗎？好啦 anyway 感謝你們的支持啦，那有任何問題都歡迎留言，然後也歡迎私底下找我，那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拜拜。